大家好，感情和感觉纯粹都是个人的体会，永远都是内心的声音。赵丽颖在离婚风波过去之后重新上路，不过这次她去的是云南。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美人依旧，只是青春已逝，因为两眼的眼袋已经如此的明显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一点，无论大明星还是小人物，在岁月的杀猪刀面前，都会被一视同仁，都免不了会挨上一刀。俊男美女的良缘，加上豪门恩怨的戏码，让人间那原本不食烟火的美好情事，充满了油盐酱醋的烟火气息，甚至还有一些乌烟瘴气的感觉。这不，又有好事者打算强行的拉郎配了。他们篡夺赵丽颖的前男友陈晓跟无辜的陈妍希离婚，然后这一对陈年旧爱的情侣就可以重温旧梦了。这番的骚操作，让原本一旁吃瓜的陈妍希一下子就变成了主角，让他眼里的光彩瞬间就暗淡下来了。这就是有时俗不可耐的人间烟火气。因为吃瓜的群众们只想看到明星们的生活跟电视电影一样，充满仪式感、喜剧感，或者说童话感。大家都想不到，再大的明星也同样是人，也同样有七情六欲，也同样会悲欢离合。因此陈妍希愤怒摔瓜，直言道，婚姻关系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他让这些好事者、这些局外人管好嘴巴。站在离婚后的赵丽颖的立场，粉丝们希望看到她快快乐乐、开开心心，这是好事儿。但是如果没有自立自强、命运我闯的心智，没有我就是豪门的决心，离婚后的赵丽颖注定会像众多豪门怨妇、豪门弃妇一样，眼神无光，理想梦碎，失去希望。好在天生靠自己的自尊自强的赵丽颖打破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逻辑悖论，现在的她甚至活出了嫁得好不如活得好的精彩和自在。靠着她所特有的拼命三娘式的努力，她已经可以平视豪门了，甚至还可以俯视某些某眼看人低的豪门。这种眼睛里所折射出来的光彩和自信，就是人活一世的价值所在，是受人尊重的最大的本钱。站在被离婚的陈妍希的立场，每个人只有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才最有力量、最有感觉、最有自信。所以他即便心里面不痛快，也自信满满的回应各位没事找事的好事群众说，只要我们俩好好的，不用理会其他事情。毕竟任何婚姻都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任何道听途说的八卦、居心叵测的撮合，都无从揣摩到和智慧别人的家事。有时候甚至连亲生的父母们也不应该过多的插足和参与到儿女的婚姻当中去。例如妈宝的宝妈。捧红过赵丽颖的于正曾经这样评价赵丽颖说，赵丽颖远不是外表看到的那般，她其实也是一个狠角色，只不过外表太过可爱而已。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也很精准。一个对自己狠的人，生活反而对他很温柔；一个总是对自己很温柔的人，保不准生活哪一天就对他狠了。说白了，感情和感觉都跟缘分有关，碰上了，错过了，都是缘起缘灭。所以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发现王一博的鬼聪明，遇上成儿真的有太多想象不到的化学。就像赵丽颖和2023年大热神剧中的一个角色产生的化学，居然都是如此眼熟，如此亲切，也如此同款和同路。看得懂的会说瓜瓤真甜，看不懂的瓜皮一划而过。成儿导演今日在无名宣传活动中确认，将和 Atunic 王一博二搭合作他的下一部电影《人鱼》。此前在电影无名官微发布的随笔中，成儿透露下部影片《人鱼》的拍摄计划是一部超级艺术片，在亚洲多处取景，关注那些无力过年的人及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成儿还很有水平的。为什么 Zenwan 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他写给自己、写给王一博的一封信，的的确确很有味道。1月23日，成儿写道：昨日起早，中午落虹桥，上海阴雨，但并不寒冷。不久我便坐在房间的窗口，望着窗外的江面出神。浦东一侧那些林立的高楼，此时有一多半仍在雾中，让人感到一切扑朔迷离。然而河水不止，门铃响，
一博送了点心来，自然是拍摄无名时使用的糕点。他工作至除夕午后，今天则再次进入无名，最后的属于无名的5个工作日。我们望着河水闲谈了10几分钟，我说了2个月前去看望梁先生的经历，也谈到夏天过后的时间安排，并没有提及刚刚飞机上的2小时网络里发生的事情。我偶尔扭头看他，依然是单纯谦逊的面孔，他的绵善沉稳，就他的境遇或风气来说十分难得。5点船军与我们会合，人高马大，拎着个小小的盒子走过来，我们轻声说点心又来了，然后心照不宣地陪着他吃了今天第2次同样的糕点，奶油与酥皮再次沁人心脾。电影的意义之一在于探寻某种真相或抚慰某种善意，这种真相与善意的无端变形有时轻易产生混乱，影响个体命运，比如我们这些年陷入的困境。真心祝愿每一位年轻演员艺术之路长久，艺术生命长青。我写此文的初衷并非有别的什么目的，真实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在上海到广州的飞机上，我的一位同事，同样绵善腼腆的青年，出于焦急与好意，以我的口吻发了文章，他的焦虑善良让人心疼。我则在由机场到影院的途中匆匆写就了这些字。电影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天也无力走进电影院，甚或无力过年的人们，我们喧闹的春节档与他们毫不相干，一如浦东一侧那些林立的高楼，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所以我们将继续，夏天过后我们将继续，我们将拍摄名为人鱼的超级艺术片，我们将在亚洲多处取景，虽然是超级艺术片，于东先生仍将继续协助我们完成拍摄。这一次我们将关注那些无力过年的人们，祝新年快乐。2022年，剧组筹拍《狂飙》时，原本已经定好高启盛的演员，据闻其经纪人在反复阅读剧本后，已觉得该角色的价值观不够正面，而且涉黑剧目又多，演员压力会很大，所以提出临时要加价才会上岗。剧组导演火冒三丈，立马直接拒绝。刚巧和导演熟悉的赵丽颖这天来到剧组里探班，导演和他聊起来目前的困局，赵丽颖随即就想到和他于2016年合作《胭脂中仙道风》，这演员当时就让赵丽颖印象深刻，他的造型可以是白面书生，也可以阴险狡诈，戏路很广，当即就跟导演引荐苏小丁，拍胸口保证这演员就是高启盛的最适合人选。无心插柳的赵丽颖会演是英雄，真却成就了反派苏小丁的大火。于是乎，网友直言，好演员赵丽颖总能给新人机会，去探个班就把苏小丁从脑海里想出，是高启盛最佳人家，真的良心人总是给人机会，所以叫从众人拾柴火焰高。苏小丁真的和他哥张颂文一样，融合与角色中分不清是在演戏，真应该谢谢赵丽颖这仗义出手啊。成儿的电影受众比较小，可能因为无名的成功，他抓住了上天赐予的票房密码。单说无名这部影片，文艺性太强了，其实远没有商业片的受众大。另外我可以反复提到 N+M 次了，网上有大多吐槽无名这部电影的，也是因为接受不了文艺片这种类型。即便 Z-Man 我也吐槽超级的用词，相当的喜感，因为王一博或因为梁朝伟，路人们选择了去看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又接受不了这种文艺片，所以才开始吐槽的。要知道，王一博是一个极具商业属性的演员，他演商业片感觉更适合他。当然，拍摄文艺片的确有很多好处，更加容易受到业内专业人士的认可。王一博偶像的出身，即使他演了很多文艺片，依然会被一些专业人士抵触，这是一个短时间内无法去改变的情况。因此，现在的王一博拍摄文艺片，更像是给成儿托底的，因为成儿的电影也需要票房，王一博起到的更多是冲击票房的作用。这个时候的他还没那么容易得奖。其中一个 Z1 我必须提一提的关键点，就是2个人的脾性，甚至所谓的社恐都是相近相惜的，这同时造成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恨晚感觉。而且成儿还很护自己的作品，有态度，不向各方势力妥协，不被各种情况左右，就根本不用担心他的作品会掺入其他乱七八糟的因素，比如某演员加戏啊，某演员戏霸啊，某资本有想捧的人给你加进去啊，他只会遵从于他自己的内心和专业态度，而他的作品能飞页的只有他自己，而他的飞页是以作品质量为基准的，这很让人安心。特别是对于王一博这种敬业、本分、不争不抢的演员来讲，这样的导演简直是瑰宝。说到这，您明白了 Z1 我想说什么了吧？王一博义无反顾的狂奔电影之路，明晃晃就是在琢磨着王炸姐姐赵丽颖和2位老导演的一种化学效应。至于后者 Z1 我可是开篇聊过不少期，这种化学效应不仅仅是更上一层楼的刚需，更是一夕大蜕变的伏笔。